粤港澳大湾区接下来会有更大的历史机遇，因为今年国家赋予了粤港澳大湾区一系列的新使命。毫不夸张地说，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要想读懂中国的下一步，一定要来大湾区。而我们选择的首个城市是东莞。在松山湖实地探访学习的一周我看到了已经发生的未来，触摸到了十足的信心。那为什么我们要先来东莞呢？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城市现在很不一般。我说几个去年的数据，2022年东莞的资本生产率仅次于深圳，高居全国第二，土地生产力仅次于深圳、上海，位列全国第三。然而众所周知东莞完全是靠制造业当家的，金融与不动产并不是东莞的核心。当世界工厂形容的是一个国家时，这个国家是中国；当世界工厂形容的是一个城市时，这个城市指的是东莞。中国的基本盘是制造业，制造业的基本盘藏在东莞。这里有中国制造的答案，也有中国城市发展方向的答案。你也只有跟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交流才会得知苏100元一个月就可以租一个环境不错的一房一厅。因此这里既是常住人口超1000万的特大城市，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 33.4 岁，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才 5.47%。 不过我们这期视频将要深入剖析的是另一个更令人惊叹的现象。这座城市已经悄然培育出了强大的科研能力。在东莞的松山湖，常年有超过50位院士专家和2000多位国内外顶尖科学家在这里进行科学研究。有多少人知道这里如今是院士之城呢？为何他们执着于在此驻足？东莞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未来会再次成为科技创新和营商环境改革的排头兵吗？回顾历史东莞的地位还是被外界低估了，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少有人知道。实际上这座城市一直在默默地带领中国追赶世界，这里的2次觉醒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184年前，在如今的东莞市辖镇虎门镇掀起了硝烟运动，这里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开篇之地。上世纪60年代，承接了大量来自东莞劳动力的香港，靠制造业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当美国70年代陷入大滞胀的泥潭时，亚洲四小龙却开始了腾飞，又接受了来自港台的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的产业转移。改革开放的序幕就此拉开。事实上，中国内地第一家3来1补企业其实不是在特区诞生，而是在东莞诞生的，就是1978年的太平手袋厂。当时莞商是用闲置农村祠堂、会堂、食堂当厂房，世界工厂就是这么起步的。在想尽一切办法招商的80年代，东莞有时是出动货车，有时是开着摩托去罗湖口岸接人，说什么也要把投资商拉过来。当时中小企业在东莞从签约到投产仅需1周，干脆利落。1984年，东莞还建成了全国第一座农民集资的公路桥梁。当时交通部来东莞考察时，东莞人先大胆地提出来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随后这个经典的口号被带回北京，响彻全国。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东莞人真的不一般这里呢，从来都不是特区，却总是敢率先迈出步伐，勇立潮头。随后东莞又开始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引进了很多先进生产设备与技术，乘上了全球制造业大规模转移的东风。同样在80年代，美国通过了也许是过去半个世纪中最重要的法案——拜杜法案。这法案使得大学中海量的专利成果开始商业化，美国开始从制造经济转向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定位系统、锂离子电池、纳米材料的商业化都得益于它的推动。有数据表明美国1978年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是 5%， 拜杜法案出台后几年内翻了10倍。同时全球制造业也开始了新的流动，中国默默承接着全球产业，逐渐建立起更为完整的工业体系。2000年 IBM 亚洲区副总裁李祖藩表示，如果东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堵车，全球将有 70% 的电脑产品缺货。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说法诞生了。此时东莞没有巨头，无数中小企业和代工厂形成了一个个产业集群。中国作为新的世界工厂，在定位上也微妙了起来。
慢慢的，美国高科技行业的创新能力必须与中国大规模制造的能力相结合，才能把创新真正的产业化。但讲到这里啊，很多观众也会提到，这个模式下的中小企业的护城河很浅，当时的东莞多数企业处于微笑曲线的中段。什么时候这座城市也能具备一定的原始创新能力与基础研究能力呢？东莞有强大的科研能力的缘起是哪一年呢？2001年，北京香山召开了一场院士咨询会议，关键组织者是我国第一代应用物理学的领军人物张宗院士。会议的议题是，我国必须尽快开展中子散射方面的研究，而且在这个方向上，我们需要尽早拥有自己的大科学装置散列中子源。拥有了散列中子源，才意味这个国家掌握了通往微观世界的钥匙，否则我们国内的科学家只能靠国外的实验数据来研究。不过这大科学装置投入巨大，这个工程的建设绝非一朝一夕。当时的工程团队也想不到，如今的散列中子源会在我国的12大科学装置中位列榜首。根据中科院高能所前所长陈和生院士的回忆得知，从2003年到2005年，团队奔波于各地政府，但很多地方的认识与反馈是，你们既不产生 GDP， 也不交税，来了后没有什么用处。期间，张宗院士也在操劳筹划着各种散列中子源多学科应用的研讨会，并亲自规划专题报告内容。陈和生院士则四处开始游说。陈院士反复讲高能物理在科学前沿进行研究是一种知识的探索，并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用处，但请相信今天的科学将是明天的技术。转机出现在2006年2月，陈院士在广东参加会议时，发现广东省有意引进大科学装置，双方一拍即合，仅用3个月便迅速确定选址，落在了东莞松山湖。松山湖水平，散列中子生。广东省与东莞市开始了对散列中子源的持续投资，茂密的荔枝林中将诞生我国迄今为止单项投资规模最大的大科学工程。小小的中子看不见摸不着，这一重要的科研平台建设用了整整6年半的时间。期间，东莞还经历了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外资企业关停潮、外迁潮，出口明显下降，面临的挑战很严峻。然而，东莞人始终认为这批高能物理人代表着未来与希望，很多高能物理人也深深融入了这座城市。2017年8月28日，中国散列中子源首次打靶成功。成功当晚几个高能物理所的年轻人在餐馆用餐，一个陌生人听闻旁边的是中国散列中子源的科研团队后，临走时悄悄为他们结了账。陈院士说，虽然这是件小事，但能感觉到东莞市民对团队的尊重。要知道2017年也有大量媒体再次开始报道，因为原材料持续涨价，东莞这个世界工厂不好当了。好在装置验收成功后，各路科研天团接踵而来。但对东莞来说，该如何找到从前沿基础研究到产业技术研究再到产业转化的通路呢？东莞的下一步棋是培养扶持新材料产业，而且一定要靠这新的一招实现彻底的蜕变。材料是一切制造业的基础，是发明之母，产业粮食。比如接下来先进半导体材料、先进陶瓷、显示材料、光纤传感材料都有很大的需求与必要性。散列中子源是多学科研究的新平台，在材料学领域自然也可以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其研究手段就叫做中子散射技术。陈和生院士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假设面前有一张看不见的网，我们不断的扔出很多玻璃弹珠，弹珠有的穿网而过，有的则打在网上，弹向不同的角度。这些弹珠的运行轨迹记录下来，就能大致推测出网的形状，甚至推断其材质。当中子摄入到样品上，与其原子核或磁聚发生相互作用，产生散射，就可以研究各种物质的微观结构了。2017年末，东莞顺势在大科学装置的基础上，与中科院物理所启动筹建一座新型研发机构——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实验室致力于探索科研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并设有专门的产业孵化团队。选择看似冷板凳的领域，也体现了东莞始终靠制造业立世的决心。深入交流后，我发现这里的科研人才都很注重市场需求，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有的导师会跟我说，他在这边培养博士生会更早的与大家探讨职业生涯规划，鼓励他们一上来就多走访工厂，去一线调研，甚至可以去和工业界的研发与采购部门工作共事一段时间，再回来审视自己做的课题。有不少丰富科研经验的学生也去做了技术经理人。实验室当然也鼓励创业。开始大家都有一个信念，
就是也许孵化出来的企业会失败，但也要让技术以另一种形式走下去，而不是尘封在那里。如今松山湖材料史仅仅5年，产业化团队孵化的公司已有16家完成了天使轮融资，融资总额4.98亿，市场估值30亿元。每一家公司都是硬科技公司，比如中科浩业做的高折射透明陶瓷技术，透明陶瓷可是个大市场，产品可以做到折射率、硬度远强于玻璃，很多场景的玻璃应用未来都有可能会被陶瓷替代，比如透明陶瓷的眼镜可以做得更薄，手机相机镜头、手表 VR、AR 也都是大市场。再比如中科精益解决了国产化高端铜材缺位，且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核心竞争力，从芯片基材到航空航天，再到高端助听器、高端耳机等等都有广泛应用。这些技术最早源自团队在 Nature 上的一篇重磅文章，团队于2020年首先制出 A4 尺寸超大单晶铜箔，并形成各晶面指数单晶铜箔库，这些企业新的创富神话才刚刚开始。博耀玻璃的曹德旺、奇迹矿坛创始人陆琪、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董事总经理付鑫也都来此调研。实验室还搭建了共享仪器设备的公共技术平台，如今这个平台所在的松山湖国际创新创业社区更是实现了5000多台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在网上就可以预约，这也开始吸纳外界的科创团队来此转化。我个人全程学下来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创新确实是一个系统工程，松山湖模式很值得推广。其实我们国家在2000年后的科技创新上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科研成果转化路径不顺畅。通俗来讲，就是研究做的很多，成果也丰富，但是很多都没有商业化、产业化。我们的科研基金投入很早就稳居世界前2名。中国内地入选世界高背景科学家数量从2014年的111人次增长到2022年的1169人次，世界顶尖科研人才近10年也是井喷的状态。但是我们看这张图，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在技术创新领域，无论人才还是资金方面，始终存在着两头重中间空的现象。科技与经济发展是两张皮。关于我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技术交易市场上长期有2种普遍说法，一种是 10%， 另一种是 15%， 均不算高。这也是为什么近10年我们看新闻会觉得在科研上我们取得的成就很大，但是在创新产品的打造能力上却似乎与之不太匹配。这是因为很多研究者在高校或者研究机构完成论文后很难再有动力持续推动成果转化。实际上每个国家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我们视频前面提到的美国推出拜杜法案就是为了解决类似的问题。对国内而言，改革关键性的标志是16年出台了一系列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新解读，比如国家鼓励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鼓励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等等。通俗来说，就是想让样品、产品、商品这一链条更流畅，调动科学家的积极性。不过更多的细节该怎么设计，还需要各个地方的高校和研究所自己摸索。拿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在6年前我做成果转化工作时，面对那些做种子投资、天使投资的著名机构机构都会觉得这种刚从实验室出来的项目距离他们投资的标准还是较远的，无数项目都被卡在样品样机这一关了。因为搞科研的课题组强项本身也不是在工程样机上，总体上大家面临中试环节薄弱、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中试人才队伍是真的匮乏。松材系的各个团队则都鼓励人才往这个环节上发展，而且中试也是东莞最强的独门绝技。东莞可以说是产业模块化分工最明确的地方，而且这里的小加工企业有极强的服务精神，很多人都体验过当天提需求、当天出样。后来甚至有一个在北方城市的企业主分享自己的经历曾经紧急需要一个模具，结果东莞长安镇的公司接到订单后晚上8点才提出需求，9点东莞团队开始 3D 打印，12点打印完成，深夜1点交给跨越速运发货，早上7点抵达这座北方城市，早上8点就用上了。这个经典案例虽后来被很多媒体引用，但其实这在东莞并不是新鲜事。暨南大学专门研究中小企业的教授张杰教授就表达过，就全球来说，没有比东莞发展中试基地更适合的城市了。所以从实验室孵化的企业在走出实验室前，很多就离不开东莞，成立企业后也会选择扎根在东莞。松山湖国际创新创业社区已经聚集了3000余名科研人才在社区内创新创业。松山湖面对广深科技走廊规划建设的历史机遇，也正在瞄准国家需求，
建设新的大科学装置阿邈激光装置，并成立新的阿邈科学中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的是我国在超快科学领域有更好的未来。约30年前，东莞曾被评价中小企业犹如满天星斗，唯独缺乏一轮明月。东莞用几次产业升级的故事告诉大家，众星等来的月是科研明月，而且这轮明月照亮的不仅仅是东莞，